来嘛，五皇子。我不要配大象啊！我叫陆彻，一介功成牛马，穿越到这狗日的修仙世界，成了出生皇朝五皇子，受修仙宗门出生宗管辖。3个月内，烂柯城凡人数量须达万数，否则死。就是出生宗的狗。出生宗就是在找最听话的那条狗，所以就算凑齐1万人，烂柯城的发展要是输给其他皇子，也是个死。这我还努力个嘚儿！殿下可还安好？难得重活一世，还是要挣扎一下。无碍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殿下，行商来了，管事李庸要找您商议购粮一事。这就是出生宗让我管辖的城池，烂柯城。烂竹城位于出生宗和人柴宗交界处，紧邻妖兽山脉，天灾妖祸不断，跟其他皇子的城池一比，简直就是烂泥。大皇子城下土地肥沃广阔，是产粮重地；二皇子依山傍水，资源丰富；其他皇子的城池也是安居乐业，一片向好。再看烂柯城，想种地被妖兽糟蹋，搞基建根本没人，整个一无产无地无民的3无城池。什么地狱开区啊！五皇子不好了，今年粮食被妖兽糟蹋大半，百姓食不果腹，这样下去怕是没法跟宗辉上仙交代呀。我知道，现在城内还有多少百姓？回殿下，城中基建太差，百姓大多跑路，现在只剩600人。600人，3个月，就是600头猪也搞不出1万头来，这可怎么办？检测到宿主拥有城值，金牌皇城系统解锁。本系统将根据宿主下百姓数量为宿主提供资金，当前每日每人1两银，当前领地人数600，今日600两白银已存入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意选用。子爹来了，这1两银就够普通人家活半个月了，这每天1人1两岂不是发了？殿下，现在百姓交不上税，府内无银，咱们还是买点糟柴再掺沙，先把这寒冬撑过去吧。谁说无银？带路。今日烂柯城全城消费，我买单。半妖现世，必有大灾。仙人庇佑，人道长存。殿下，今年闹饥荒，粮价会高些，糙米10文一斤。糙米都卖10文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价。你这2车我都包了，多少？殿下，我带来的东西可不少，您至少也要150两。这些粮食我全包了。多谢殿下，卸车。殿下，你买这么多肉和粮食，是要设宴庆祝吗？不是设宴，这些是稳住城里百姓的救济粮。只要系统在，粮食问题可以靠白银解决，力求保住人口，完成出生宗3个月指标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殿下，有人传今年烂柯城饥荒是因为城里闹了半妖，现在正挨家挨户搜妖，搜不出来就集体出城逃难。半妖是什么？殿下，半妖是妖兽与人的混血，天生异能，本性邪恶。宗门仙师说他们是灾厄源头。人跑银子就没了，成出生宗指标我就死定了。带路，咱们先去稳住百姓。大人，这是最后一户，半妖肯定就在里面。这帮人是指望不上，也不知半妖实力如何。不过左右都是死，还不如拼了。
我靠！对不起。我靠！丁，发现特殊人才，收服可获得称号千金买马骨，奖励白银1000两。1000两白银！我还以为半妖是什么狰狞恶鬼，没想到是个准备上吊的可怜人。我是烂柯城城主陆彻，你叫什么？臣妾怎么想的？就是下意识觉得道歉要露出肚皮。刚才麻烦陆大人了。知道麻烦人，就不要上吊。大人，这是我的命。出生宗的仙人说过，半妖皆是罪人转世，遇者不朽。我本乡下农户之女，家中良田遭妖兽肆虐，父命垂膝下，我竟巧获协力，成了半妖。父亲，你没事吧？半妖。是半妖！我竟然生了个半妖！老陈家女儿竟然是半妖！快去报官，杀了她，不然全村都跟着遭殃！好。出生的仙人说的没错，我是祸害，城里闹饥荒一定也是因为我就不该活着。还请大人成全。修仙者不问世事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致使恶殍遍地，却又愚昧百姓仇恨半妖，造就人间惨剧。这仙门行事，真恶心。我不是说你恶心，烂柯城闹饥荒是因为妖兽肆虐，我觉得跟你没关系。要真因为饥荒杀了你，跟活祭有什么区别？大人，就算您放过我，外面的人也不会罢休。我不想伤人，也无留恋，求您给我个痛快。除妖倒是能长威望，换做原主恐怕就动手了。但我这生在红旗下、长在春风里的灵魂，也不支持我做这种事啊！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把门关好。殿下，半妖这是被你制服了吗？哪有什么妖，分明是个无辜的可怜人，或者说一个身怀异能的优质劳动力。陈潜，你能变回去吗？半妖竟能如此伪装，殿下您这是要保下他？是。不行，殿下不可！林城10年前包庇半妖，仙师点了城主魂灯，使其生不如死，全城百姓都被残杀，可惨爆了！仙师怎么好事不干，折磨起人来都是轻苦。大人，我不想拖累你，只求您给我个痛快。半妖已除。城主万岁！城主万岁！城主万岁！如今祸患已除，希望大家能留下。大人，我也想留，可今年妖兽侵袭，土地颗粒无收，再待下去，大家都要饿死。地末收成，城里还都是破屋片瓦，挡风挡雨都费劲，是真待不下去了。屋子破，那就一起建。现在开始，参与建筑烂柯城，管饭不说还发钱，有本城主在，饿不死人。大人，这是真的？你真的愿意雇下所有人？当然，城门堆着的就是救济粮，只要肯干，人人有份。我看到了，城主买了白米精面，还有蔬菜腊肉。还走不走了？不走了，跟着城主大人干！跟着城主大人干！大人万岁！总算是把人拴住，这600人只是开始，往后我不仅要让烂柯县人口破万，还要超越其他皇子。
多谢城主大人，我都忘了肉是什么味儿了。好好吃，留在烂柯城建设烂柯城。好。一碗米汤，一张饼，在这饥荒遍地的世界，足够让人感恩戴德了。多拿点儿，别饿着孩子。多谢太初宗上仙保佑，请您继续保佑我家拜仙人，还不如拜我这个城主。怎么不寻死了？我这条命是大人救下来的，就算要死，也得是大人您下令。这陈潜还有几分江湖气。大人，您为何救我？我本就是戴罪之身，死便死。殿下，您这是为何？凌音，你先带他从后门离开。殿下，按我说的做。因为银两，肯定不能这么说。半妖现世，3年灾荒，这是仙门的一面之词，所以你且活着，我就想看这灾荒还会不会继续。不用大人，百米珍惜，我一个半妖，吃点草就好。吃吧，除我之外，人人平等。烂柯城正是用人之际，你若真念我好，不如为我做事。人人平等，我也能吃肉粥。OK 了，全体都有。我宣布个事儿，我要成立修缮工程队，改善烂柯城房屋，吸纳更多百姓来到烂柯镇。只要是肯出力的，不仅管饭，每人每日还发铜板。李管事将担任修路大队的总监工，不论男女，搬砖修路的重活，每人每日15文；挑石和泥的活，每人每日10文。大人，我以前干过石匠，我报名。还有生育补贴，今日起3月内，新生孩童每人可领5文。我们的口号是：修路建房，天丁入库；修路建房，天丁进口。先以工代战，让难民回归生产，再建设公共设施，吸纳更多百姓。3月内搞齐1万人，再想办法超过其他皇子承制。大人，我来帮您添丁信口。我听说也有权贵喜好半妖，如果是大人的话，我愿意。我救你可不是为了做这种事，你先给我下来。半妖都有什么长处？长处，比如这样。这怎么做到的？本能就会，就像使用手脚一样。好高的温度，离这么远都能感受到热浪。陈潜，如果你全力施展的话，这湖火能波及多大？差不多能覆盖这整间屋子。这么强？大人您不懂，这股力量真的很恐怖。仙人们说的没错，我只会带来不幸。福祸相依，你的力量不只能当打火机，有大用。什么机？相信自己，本皇子以后有的是活要你干。大人，你是第一个愿意接纳陈潜的。陈潜这条命以后就是大人的。恭喜宿主成功招揽特殊人才，解锁称号千金买马骨。特殊人才亲和力增强，特殊人才每日反馈5两白银。不仅每日反馈银两多，还有增强亲和力的意外收获，完全不亏。烂昌城全员动员，这么干下去，不出1个月就能将住房翻新一遍。殿下，咱们现在以工代酒，账上入不敷出，这样下去，就算是有座金山也不够您用的。
要想办法找到进项。你说的对，至少要让银两有个合理的来源。你去城东那个咸水湖打2桶湖水过来。殿下，这湖水里是能提炼出金子吗？点火，不用太大，把里面的水蒸干。这打火机真好使，还有点苦，凑合吧。殿下，这是戏言。您竟会这点石成金的仙术？大人难不成也是太初宗的仙师？什么仙术？这是科学。科学？科学就是凡人通过总结规律得来的智慧结晶。比起修习条件苛刻的功法，凡人也能复现操作的科学，才是未来。大人，好厉害！传令下去，按照我说的方法制盐，让亲卫去操作，保密进行。是，我也帮忙。你的存在还要些时间让人适应，继续做杂活吧。果然是民以食为天，吃饱饭的百姓手脚就是泥泞，等人口再多，就挑些青壮去练兵。陆彻，把粮食都交出来！68皇子陆才，隔壁城主，平日里就总欺负公主，今天肯定是收到了我昨天买粮的风声，过来抢粮。陆彻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乖乖交出180段粮子，不然万事皆休。哦，你还敢动我不成？你不会不知道，太初宗管辖下2城私斗者立诛。哟，长脾气了，这是凑不够1万人，自暴自弃了吧？赶紧滚蛋！想整你，我有的是办。我城池附近可还有几百流民，等我把他们全赶过来，不等3月就吃死。还有主动送人口上门的好事，不行，得冰除。好啊，你尽管把人带来，有多少带多少。真以为我不敢是吧？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谁不带谁王八！殿下，辽民若是蜂拥而至，本就紧张的粮食只会消耗更快。区几百辽民来得正好，人口是根本，来得越多，咱们发展越快。五皇子殿下年纪轻轻，便有此凶心眼界，头角峥嵘，当真有明君之相啊！去吧，去烂柯涧讨吃食去，那里什么都有，放开手脚去抢吧！来者止步！或陷者，热油烈火烹之，部位言之不悦。可恶，竟然早有防备！快走吧，省得全交代在这儿了。想吃饭、想活下去的，就留在烂柯城。本城以工代招，修路、开荒、建屋，统统管饭，还发铜板。干满3个月，就能落户成正式县民，分田分地，安家立业。真有这么好的事儿？绝无戏言。青天大老爷，多谢青天大老爷！不许跪，都给本城主滚去干活！恭喜组织治下民众突破1000人，每日白银结算提升至1000两。同步解锁军工科技线，火枪图纸已存入系统空间。一键打底，军工护航，这波稳了。今日城中人口1229人，特殊人才1人，白银1234两已存入系统空间，宿主可随时取用。日进斗金的感觉就是爽。殿下，有了流民加入，目前全城房屋修缮工程竣工，旧房翻新，主街铺平，排水渠修通，公共水井的开通工作已全部完毕。很好，接下来准备扩建烂柯城，同时开垦荒地种粮，恢复生产，早日实现粮食自足。殿下，目前城内人口破千，以工代灸下，我们的粮食已经不够了。建筑队的粮食不能断，明日随我动身去大皇子的丰寿城做采购。好，我来安排马车。
城主大人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编的祈福娃娃，编得还挺好，哪里学的？妈妈从小教我编的，祭拜时烧给先人，我多做了一个送给大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二丫。李管事，拿5文钱给我。二丫，这5文钱给你，收好了，去玩吧。这小孩怪可爱的，殿下需要我特意关照下他家大人吗？这个年纪能跑出来玩，说明家里负担相对较轻，重点关注下家里有小孩干活的人家，补贴些许米面粮油即可，低调进行。是。大人，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慢慢说。盐水湖那边闹了妖兽，和我一起打水的张三被咬断了腿，怕是回不来了。什么？平日里那边没有妖兽，今天不知怎的，成批的妖兽暴动逃窜。妖兽暴动，兽潮将至。大人，是兽潮，兽潮要来了。兽潮，每逢冬季，粮食短缺，妖兽山脉的妖兽都会集合南下，袭击城池，致使生灵涂炭。生灵涂炭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好不容易攒的人口，可不能因为兽潮丢了。往年兽潮，烂柯城都是躲在陆才城主的桐路城下苟延残喘，但今年殿下得罪了陆才，这条路怕是彻底堵死了。如今已经有了迹象，兽潮多久会到？不出1个月，兽潮冲城。怎么不寻求先师庇佑？倘若先师要是真管百姓死活，往年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吧？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亡。烂苦城今年要靠自己渡过难关，其他进城放后，将城中有石匠经验的人手召来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但这又不是小孩捏泥塑，就算是烂柯城有底子在，也做不到1个月内加固完全部城墙。泥塑快速浇筑，水泥只要有水泥就能快速修补。立刻派人去附近山头寻找灰白色、低簇会冒泡的石头，越快越好。运气不错，附近山上就有石灰石。大人，是要煅烧这些石头吗？没错，你先从你的常态火温烧起，逐步增加热度，等到需要的热度时，我会提醒你。1400度恒温锅炉，限定范围外没有温度外泄，打火机还是太好用了。大人，这泥浆竟比米浆的粘力还强。我就说你的能力有大用。最近你先不要做别的了，烧石灰就好。半妖的力量竟也能用来创作而非毁灭，不会让大人失望的。奇物，真乃奇物！怎么样？现在翻新城墙要多久？若配合城主您拿出的奇物，翻新城墙半月可行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灵音，跟我走，今天要去采购了。殿下，您这几日连夜操劳，采购的事我一人去便好。不得去，我怕你买回来的粮食不合我口味。城主大人为我等百姓竟操劳至此。李勇，你记住，救济粮一定要多肉多米，工资也不要少，最高标准钱我来出。赴汤蹈火呀，城主！这楼房也能盖得如此之高，莫不是用了仙家手段？以后的烂可城也会如此繁华，甚至超越烽燧城。今日采购，灵音，我看你这套衣服也穿旧了，正好一并换新。大人不必如此破费。没事，反正也要给陈浅添新衣，顺手的事儿。
顺手。这些粮食，还有你们店存的所有精米白面，我全要。哦，大人，这可是数十吨粮，可要不少银两。大贵客呀，我这就让伙计装车。买这么多得包邮吧？什么邮？就是管不管送。管送。您这趟单子，我必须亲自领着车队给您送到地方。漂亮，再多换几套。你和陈浅的身形相似，倒是方便替他再多试几件。哼，又是那个半妖。受潮将至，不光要建城墙，还要补充兵器和农具，征召青壮守备城池。哟，武皇兄这是知我来丰穗城采购，特此过来求情认错的。你是什么自恋型人物？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？哼，你就嘴硬吧。往年受潮烂柯城都要寻求同路城的庇护，今年受潮将至，我倒要看你这废物怎么应付。不劳你费心。陆彻，你要是跪下给我道歉，并将粮食全部上缴，我倒可以考虑给你在城里安个狗窝。你还是把狗窝留着给自己住。这位贵人，可是要买些什么？你的这些朴刀、铁枪，还有耕田用的铁文具，各来300口，全甲100副。大人，您这可是大单子，本店没有现货，现在开始锻打，也要等2个月才能将您需要的武器备齐。你城里可还有几百流民呢？你有钱吗，老板？这家伙都比脸还干净，我看他是在消遣你。68皇子可是老主顾，这人倒是个新面孔，还要这么多，莫不真是来消遣老娘的？你店里有的现货我全包了，余下的换铁矿，不够的我再补。还有贵人，这么多现银，包下我这铁匠铺都足够了。殿下真是一出手就是大手笔。大人，你看这样，我亲自带队领10个打铁师傅到您城下，任您差遣，省下运输的时间。还有意外收获，不仅增加了人口，还引进了人才，这钱花的值。好，敢问如何称呼？大人，您叫我姚娘就好。敢问您是？五皇子陆彻。爷娘，明明是我先来的。谁让你这么叫我的？没看到五皇子包场啊？赶紧滚！你拿来的这么多现银，莫不是撬了父皇的金库？皇子之间亦有差异。68皇子，有种你去问父皇啊！父皇竟如此偏心你这废物！陆彻，别以为你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等你城破人亡那天。抱歉，你等不到那天。这一个老娘，陈姑娘心善又肯干，真是个好人啊！小姑娘天天忙前忙后，你也多吃点，补补身子啊。好久没有被当成普通人对待了。半妖不祥，果然是宗门愚昧百姓的手段。如果陈潜的能力摆到明面上用，生产力又能上一个台次。凌音，以后白天就固定让陈潜发救济粮吧，让他在百姓多露露，留下好印象。明明是我先来。大人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我知道，你最近憋得很辛苦，全力释放吧。那我去了。烧田养地还不怕火烧到别处，这样开荒可太快了。大人，我还想要连夜烧石棺，再加上烧田，以后有你忙活的。城主大人，300人队列训练完毕，正在站军姿，请下一步指令。很好，石头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你们训练队列？不，城主，回答我为什么不好奇？因为您没有让我去好奇。干！他妈的石头，你他妈真是个天才，你的智商肯定有160。下午带队开荒，
1周内我要看到城内荒地全部翻新。是，城主。军事化训练体系放到古代果然好用，现在守城军训练有了起色，是时候升级武器了。大人，您这1硫2硝3木炭的配比是如何想出的？简直天才！此物守城威力极高，可枪管断接是难题，接口有缝隙就会炸膛，普通断法不牢靠。要是枪管问题能解决的话，其余部分叶娘你能完成吗？有图纸在，没问题。城主大人，成了！太好了，再接再厉，多做一些。明天我要拿去给叶娘组装。哈哈，就是这个劲儿！先小批量量产，优先配给城头值守队，不搞大规模扩军。大人，小女子是不是回不去丰寿城了？哎，宁当鸡头不做凤尾。在大皇子城下，你只是个寻常铁匠，但在我这里，你就是首席科研官，待遇从优。科研官，1天半2白银，还管饭。小女飘零半生，未逢明主，今得大人赏识，定为大人肝脑涂地。只要别认我做义父，都好说。军师，你快想想计策，看路车有钱，比我丢钱都难受啊！殿下莫慌，臣有一计，名为祸水东引。军师请讲。臣听闻附近黑风山可盘踞着山匪，若听闻路车之父，必下山掳掠。军师大才！不行，今时这群山匪我不解气，把咱们的主力军安排上，伪装成山匪一起冲过去。这不好吧？若是被宗门仙师察觉，只要不在明面上坏规矩，仙师才不会管俗事这些破事儿。传我命令，今晚就派人动身。殿下，烂柯城内配套粮仓、武库、柴草垛全部配齐，存粮够全城吃3个月，盐、铁、火油储备充足。好啊，要继续加大生产，早日做到自给自足。1、2、1，敬礼！城主好！同志们辛苦了，为百姓服务。石头炼得好啊，古有韩信点将，吾有石头统兵。善。殿下圣明，不过1月，烂柯城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。快到2000人了，受潮过后还会有大量流民加入，1万人城池近在眼前。路车，给我滚出来！来者不善。路车，缩在城里当什么缩头乌龟？赶紧开城建降，把金银粮草全交出来，爷爷还能留你个全尸。殿下，这群山匪人数不少，来势汹汹，怕是早有准备。一群乌合之众而已，慌什么？就烂车城那点流民凑起来的人手，这波山贼冲进去，他那点家底全得完蛋。等着看吧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就得哭着喊着开城投降。殿下，这陆彻最近动静不小，城防好像翻新了。翻新有什么用？我麾下大将也在铁卫齐列，大狗力大无穷似蛮牛，二蛋身形紧结似虎豹，他顶不住。不出来是吗？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天灯之功是我的了！哈哈哈！这帮人被吓昏头了，自己打开城墙，拿着根破棍准备投降了。给我冲！破城重赏！
妖术！接着打！给我上！斩草除根！是，城主，队列集合，开城门，方阵出击！杀！杀！报告城主，千余匪徒尽数击毙。干得漂亮！城主威武！城主威武！绷住！石头，你信我，现在绷住，回城后小姑娘得排队往你身上扑。记住烂柯城口号：天丁尽苦。身为百人统领，你要把烂柯城精神贯彻下去。是，城主。不可能！我要上告先师！不可能！他那点流民怎么可能打得赢？那是什么邪门兵器？殿下，我们小看陆彻了。父皇偏袒，先人庇佑，我恨呐！受朝将至，这匪头不养精蓄锐，还敢过来劫掠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挑唆。殿下，此战告捷，城内不少青壮都主动来投军，守备队还能再扩200人。不光是守备军，周边流民听闻这一战，也会为了庇护而赶来加入烂出城。还敢来找我，反了你了！殿下不可莽撞，若是这山匪把咱们勾结的事闹大，传到先师耳朵里就麻烦了。殿下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是你让我们去打烂柯城，现在弟兄们死伤惨重，你得赔吧？你个废物打输了，还有脸来找我要赔偿？放屁！今天你要是不拿出500两银子，20车粮食补上损失，这事没完！殿下，小不忍则乱大美，先稳住他，等受潮一过，陆彻城内空虚，到时候便可乘虚而入。好，我给。混账！陆哲这个废物，我早晚要他的命！殿下息怒，受潮眼看就到，他陆彻就算有那奇门兵器，也挡不住漫山遍野的妖兽。到时候烂坑城照样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不要烦我了，退下，本宫要休息。是，殿下。跟着这么个喜怒无常的草包主子，迟早要陪葬。不如趁受潮大乱，拿了他的城主印鉴，占城为王，总比在这受窝囊气强。今日城中人口2160，白银2160两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哼，这下算是把口碑打出去了。殿下，刚收到探报，妖兽山脉那边动静越来越大，受潮的先锋怕是用不了半个月就到了。知道了，让所有人做好准备，真正的硬仗马上就要来了。报城主，妖兽群摸到山脉外围了，数量有多少？奔着烂柯城来的，黑压压一片数不清，直奔这边而来，覆盖的恐怕不只是烂柯城，隔壁同利城也会波及到。慌什么？该来的早晚都要来。石头，到！城主，带着你的属下火枪队守正门，按预案来，全城进入警备状态，屯田青壮分4班轮守，百姓照常做工。是，城主。入夜宵禁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干粮商药逐户统计发放。滚石火油都码到垛口，角楼多备火把。记住，重守不攻，优先保人。是，城主。往年受潮来，家家都关着门哭，向先师祈祷，别吃自己家。可不是嘛，今年心里反倒踏实多了。多亏城主
把大家这心都拧成了一股绳。拜了10几年仙师，也没见仙师挡过妖兽。现在修房发梁建城墙，哪样不是城口干的？这话在理，城主与我们百姓可谓是大恩大德。打妖兽喽！守城卫打妖兽了！杀！妖兽将至，百姓们、将士们，这时候该说什么？开火！火枪管用，大家顶住！李庸，你他娘的爆桶呢？推下去！仙人不管凡人死活，咱们就用自己的铁和火杀出一条活路。殿下，兽潮冲进城了，军部向仙门求援3次，仙师根本没来，不可能！我是出生皇朝的皇子，仙师不可能不管我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，连门都守不住，快备马，走密道。殿下，外面全是妖兽，现在若撤，百姓食不存衣。咱们再等等仙门吧。等什么等？本宫才不陪你们等死，大不了我换个城管。殿下所言极是铁律，将军快去备马吧。还是军师明事理，快随我来。是，殿下。仙人在乎的是地盘，可不在乎你的命。只要你死了，我拿上印信就是新城主。军师，殿下，你看那边是什么？隐蔽，全体隐蔽！打他的眼睛，别让他靠近！火枪口径太小，根本打不穿。李用，爆破筒准备好了没？来不及了，殿下小心！想起你的半妖，老陈家女儿竟然是半妖，快去报官，杀了她，不然全村都跟着遭殃。你们千人不做负心人。二丫，快跑！我吗？别烛光，独人欣赏。陈浅姐姐是半妖，花瓣随风飘荡。外面打不透，那就从里面炸。石头，把黑傻药全搬来。城主，火药包太重，引线太短，咱们根本扔不进去啊！扔不进去，那老子就亲手塞进去。来吃老子！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全体卧倒！
公才是出生皇朝的皇子，理想取而代之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本宫本以为自己是下棋的，现在想来，在仙师眼里，我和刘明一样都是蝼蚁。殿下，你这是？同路城全军随本宫出击，向死求活，至死方休。巨兽已除，烂柯城胜了！城主万岁！城主万岁！殿下，不好了，陈浅姑娘半妖的身份在百姓面前暴露了。陈浅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。小陈丫头最心善了，天天帮我们泡饼子，就算是半妖也是好妖。陈浅姐姐是半妖，但她是好人，她刚刚救了我的命。多谢陈浅姑娘，你救了二娘，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我没有带来不祥，我救人了。城主大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做的一切。万幸，之前打下的基础没白费。只要全城一条心，管他是妖兽还是祸患，烂车城都倒不了。还差将近2000人，距离3个月期限只剩1周了。城主大人，流民登记工作已完毕。殿下小心！李管事，你的腿。臣一条老腿，能护殿下一次，倒也划算。既如此，李管事有什么想要的？白银、粮食，尽管提。你护驾有功，应得赏赐。臣唯一想要的就是继续替殿下做事。殿下，臣是烂柯城人，知晓烂柯城能有今天，仰仗殿下圣明，所以臣还想再尽一份力。好，既如此，往后还要多麻烦李管事。臣必尽心尽力，亲眼看着烂柯城走向更好的明天。哈哈，好，留李管事做事是一方面，不过该有的赏赐不能少。等下本宫让灵英给李管事家送温呢。多谢殿下。烂柯城重地，来者止步！武皇兄，别来无恙。皇帝新造型不错啊，这是来投降的，还是来送死的？我以前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直到城破那天，我才彻底想明白，没了城池，没了百姓，我连个山匪都不如。皇兄是我现在唯一能抓住的活路，请皇兄助我一程，给我条活路。城主，来者不善。这小子失了一只眼，心性倒是变了许多。放他进来。这是2000人流民的名册，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，足够帮你凑齐1万人。天上不会掉馅饼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我恳求皇兄，你吃下同路城所有的库存矿石，以换粮食和银子。不瞒皇兄，同路城破了，百姓要活命，房子也要钱修。皇帝何时如此务实了？君臣一体，我如今才算明了。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。我瞎了这只眼后，总算看清了，仙人之下皆为蝼蚁。皇兄你我与其互相征伐，走向灭亡，不如联手保命。蝼蚁之间亦有区别，你我旧冤未清，我不想养虎为患。这批矿石，我愿以最低价卖给皇兄，请求皇兄原谅，全当是为了同路城的百姓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这位皇帝也算是开窍了。成交。武皇兄，提醒你一句，1万百姓达成，出生宗的仙师会亲临验收，你要把握住机会。仙师亲临，高高在上的修仙者终于要来了。或许仙师有办法治好李管事的腿。
丁，恭喜宿主治下百姓达成1万人，解锁材料与能源科技柱，获得技能人才保护，解锁新式重型火炮图纸、轻型合金与蒸汽技术。太好了，总算不用担心陈潜被仙门察觉了。大人，2000辽民都登记完了，李管事正在安排住处。大人，我的妖气没了，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到了。以后你只管大大方方上街，仙师也查不出异常。叶娘，这火炮造起来可有难处？殿下奇思异想，惊为天人。小女有几处不明：一、炉火温度不足，炮管锻造一出气，拍火就容易炸膛，全靠手工锻打，产量根本提不上来，制作周期已年季。气孔可用陈潜的虎火高温退火，材料用锌合金配方，产量的话建高炉。高炉？你且按我说的去安排，建好高炉后再建设流水线作业，产量翻倍。城主这脑子，小女佩服。不光要翻，还要赶在下波受潮前全军列庄。这大晴天的，怎么突然阴成这个样子？不是变天，是出生宗的人找上门来了。能陪殿下走到今天，见到仙师，这辈子值了。出生皇朝五皇子烂柯城城主入彻，恭迎仙师驾临本。3月万人口定，已数达标，请仙师查验。本座乃出生宗七虚长老，下凡查核城镇人数。见过七虚仙师，不过凑了些凡夫俗子，也值得这般阵仗罢了。你好歹完成了宗门指令，也算有功。本座特许你提一个要求，无论是凡俗金银，还是延寿一体，皆能应允。殿下不可，这机会太金贵，别浪费在老臣身上。李管事上战场忽悠百姓，且对本宫有救命之恩，若不是此前没有机会，本宫怎可眼看你残疾余生？磨磨蹭蹭的，到底想好了没有？回仙师，臣麾下李管事受朝中守城护驾，丢了右腿，还望仙师出手救治，生肉助骨，还他一副健全狮子。哦，为了个半截入土的老东西，浪费机缘。李管事为烂柯城拼过命，他配得上这个奖赏。殿下，老臣一把年纪，残一条腿不算什么啊！值不值？我说了算，你只管安心等着。有意思，倒是个重情义的凡俗小子。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本座便遂了你的愿。殿下，老臣这心里头总觉得不太踏实。别怕，仙师亲自出手，你的腿肯定能治好。这腿本座倒是能给你续上，但本座觉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本座教你2手粗浅仙术，岂不比一条腿强？全凭仙师做主，臣替李管事谢过仙师恩典。哼！你这是做什么？低贱凡人也配劳烦本座出手救治？可你明明说要教仙术！哈哈，一介凡夫还妄想习得仙法，给你几分脸面，还真当自己有资格学仙术？李管事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李爷爷去哪儿了？烂车城周边3座城池未达标，城主尽数废片。即日起，3城统归你烂车城辖化。本座只看结果，若是灵石不足100吨，后果自负。城主，这仙师哪是救苦渡难的圣人，分明是草菅人命的恶徒。是我害了李管事。城主，你清醒点，你要是垮了，烂柯城也就垮了。石头，你干什么？城主，李管事至少走得不遭罪，也算是善终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挺羡慕他的。石头，你说的对，烂柯城百废待兴，我不能垮。拳头硬之前，得先学会弯腰活着，壮大后才能复仇。殿下，3座城加1座矿，这担子可不轻啊！动起来吧！记住今天，记住仙人是怎么对待我们这些凡俗落雅的。李管事，这笔账我记下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这所谓仙人一笔一笔连本带利全都还我。
修仙宗门把控一切，凡人不仅没机会修仙，还要看这些愚昧大众美化修仙宗门的屁话。皇朝何事，只成仙门司机，我太渺小了，即便耗尽一生造出核弹，也未必能推翻仙门，到底如何是好？殿下，您都不眠不休3天了，您要是就这么垮了，烂朝城也就完了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咱们的火枪重炮遇到高阶修仙者，威力根本不够看。领地再大，人口再多，在金丹期修仙者面前，不过是一巴掌就能抹平的沙土，没意义。殿下，我懂你，但只要活着，就一定还有办法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破局了？我不甘心。丁，世界分析完毕，检测到高阶能量源灵石，消耗100吨灵石可解锁灵石科技。灵石科技可用以正面对抗高阶修士。100吨，只要能有100吨灵石，就能破局。这灵石，咱们不上缴了。殿下，这是仙师亲口要的供奉，咱们截留下来太冒险了。仙门从来都只拿凡人当做蝼蚁，那咱们就把这灵石当成破局的敲门砖。仙门这么多年欠下的血债，今天就从这100吨灵石开始还起。咱们凡人也要当家做主。城主，据探子汇报，仙师指定的3座城池，如今已没了皇子。3城的豪强权贵现在抱团了，领头那人名叫赵全。他们今日还派人递了信件，说什么内容？他们说3城卡在灵石运输的要点，想顺利开采灵矿。殿下，您今后必须无条件听从他们的指示。这群混蛋！合着除了高高在上的仙师，还有这群权贵沦落，想骑在本宫头上拉屎。殿下，他们总部在黑岩城，末将去点了他们。一起去，本宫也想跟他耍耍。赵老爷，您说那新来的五皇子陆彻，当真会向咱们乖乖妥协？哼，他若还想按时完成仙师交代的100吨灵石任务，就必须低头来求咱们。还是赵老爷您手段高明啊！之前那几个皇子，也都被您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皇子不过是宗门养的一条狗罢了，以仙门任务威胁皇子这招，百试百灵。老爷，不好了，五皇子带着大军兵临城下了！什么？居然敢来硬的，不怕耽误了仙师的经世差事？找死！陆彻，你私自拉着大军攻打城池，就不怕出圣宗的仙师犟嘴剥了你的皮吗？本宫受仙师钦点，先斩后奏。不对，斩你甚至都不需要上报仙师。别把老子逼急了，老子现在就下令把城里的青壮全给砍了，让你这辈子都凑不齐采矿的人！你现在老老实实开城投降，本宫答应留下你全族的性命。哼，做梦！老子这城墙厚于丈许，坚不可摧。等你打进来，早就过了仙师定下的3月之期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开炮！停！快停火！我投降！赵老爷，本宫问你个问题，答对了就放你。殿下请讲，小人肯定知无不言。赵老爷，你说是灵石重要，还是你这条命重要？是小人的命重要。不对，采灵石也是为了供奉仙师，仙师最重要。你和仙师都不重要，没有你很重要。启禀殿下，3城恶皇权贵已全部清查完毕，家中非法财产与囤积粮草已尽数充作救济粮。
赵老爷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这个疯子！一条疯狗竟然想咬伤主人！本宫这是为百姓争命，待到集齐100吨灵石，凡人或有几罚仙人。哈哈哈！那你和我们也没两样，还不是要逼着那群贱民去用命挖灵石？什么叫用命挖灵石？往年那灵石矿场上，每年活活累死的矿工没有8000也有1万，不靠人命去填去堆，根本凑不齐100吨灵石。殿下，往年矿场上确实死伤惨重，被抬出来的尸首成堆，灵石产量也没有提升。拿命去填，才有3个月100吨的灵石产量。看来是时候想办法提升生产力，在那之前，还是要先实地考察一下。灵鹰备车，随本宫去灵石矿场实地看一看。是，殿下。是，我呢？说了这么多，也该放我一马了。你，石头，把赵老爷斩首示众，其他3城全部效仿，告诉百姓天要变了。是，不要啊，殿下！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。闹什么死？快起来干活！要是完不成目标，全都不许吃饭。大人，求求您，老朽实在动不了了，求您让我歇口气吧。歇！仙石要的灵石若是耽误了，你拿命来抵都不够。住手！谁让你这么打人的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跑来管金石矿上的闲事？出生皇朝五皇子，出生宗钦点管理议者。是五皇子殿下，恕小人失礼。别废话，说清楚为何如此咄咄逼人。殿下莫要少见多怪，灵石矿上历来就是这规矩，灵石采集就是得靠这帮贱民的明命去挖，才能按时完成。难道为了完成任务，就要如此压榨？这您得问仙师，反正灵石供奉不牢标，遭难的也是大人您。那之前就没人想用别的方法采矿，或许能少损些人命。费那个劲干嘛？只要能采购灵石，死几个贱民算什么？又没人在乎。大人，求求您，救救老朽吧！我在乎。你在乎有什么用？仙师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担得起吗？不拿人当人的畜生！解放生产就在当下。从今天起，全面废除铁链制度，全矿立刻停工整改。凡人的命也是命，仙门不管，我陆彻来管。殿下，这已经是第3次轧钢了。您说的蒸汽机构造，反铁根本承受不住，不能再这么继续试下去了。库房里存的那些材料就要耗光了。是我退火的火候没掌握好，这才会轧钢。殿下要罚就罚我吧，是我这铁匠的手艺不到腰。责罚你做什么？本来就没有一次就能成功的，这不是你密封的问题，是这普通材料本身的拉伸强度太低，承受不住爆发力。这是我昨日从灵石矿场带回来的灵石碎片，将这灵石碎片掺进铁水里进行合金熔炼，说不定能提升金属强度。灵石非比寻常凡铁，普通的炉火根本化不开它，更别说与其他金属融合了。寻常的炉火化不开，咱们不是还有特殊的法子？大人，让我来试试吧，我用虎火来烧。这矿渣熔点极高，需要长时间维持极致高温，要量力而行。大人放心，我能行。若是这半生矿渣真能融入铁水，咱们烂可城的金属工业可就突破了。好，今晚备料，明天一早准时开炉，咱们试一炉新型合金。温度再高点，这灵石矿渣太硬，还差些温度才能彻底融透。我再加把劲儿。要是实在撑不住，就先歇会儿，
咱们不急这一时半。不用，大人，我能行，绝不能耽误了大人的大事。成了，矿渣彻底化开了，跟铁水完全融在一起了。大人，好了，您快看看这料子行不行？这硬度比上好的金刚还要高，可这重量却比普通生铁轻了足足30%。我的天，有了这等神仙料子，造出来的气缸绝对够结实，再也不怕炸缸了。陈姑娘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！只要能帮上大人的忙就好，我这点本事算不得什么。以后可别这么应承。材料行得通，按图纸就能造出蒸汽机了。靠蒸汽机提升灵石生产效率，解锁灵石科技树，指日可待。殿下，这铁疙瘩真能自己转起来？我也觉得玄乎，既没用耕牛拖拽，也没用仙师的仙法驱动，它凭啥能动？能不能自己转起来，咱点火烧水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陈潜，给锅炉点火升温。明白。气压够了，殿下可以搬开总闸门了。给我转起来！真的自己动起来了！我的动了，不用仙法，不用人力，这铁块居然真能自己转起来！殿下成了，咱们真的做成了！殿下您简直太厉害了！大人真的做到了，原来凡人的双手也能创造出超越仙法的奇迹。都给我看好了，这就是正气机，凡人的工业革命从今天起正式开始。你们还蒙在鼓里呢，那大铁疙瘩邪性的很，我亲眼看到铁玩意儿冒白烟，专吸人魂，用不了多久，大伙全得被吸干。真的假的？昨半夜我确实听见工坊里传出怪响。可不是嘛，山里的山妖都被这铁疙瘩惊动了，这玩意儿摆在这儿能有好？大家都别听风就是雨，城主大人还能害咱们不成？你们仔细想想，之前是谁把咱们从带刺的铁链下救出来的？我看你这老头就是在和他演戏。这东西要是真好，能给咱们用。说的对啊，要不咱们趁黑把这东西砸了，好歹能留下一份工作。对对对，要是让这东西吸了魂魄，怕是投不了台了。大家先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采矿机是城主造的，根本没有吸取魂魄的邪性。这机器要是真对人体有害，城主大人不会拿给大家用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你要心里没鬼，敢天天守在机器旁边吗？我敢。从今天起，我就在矿场盯着。城主大人交代过，若有心生顾虑愿意离开的，我们绝不强留，管发路费。但要是愿意留下来继续干活的，每人工钱翻倍，每日管足3顿干饭。我留下来。城主大人救过我的命，我相信城主大人。想走的你们管自己走，我反正是100个信陈姑娘的话。大人交代的事总算给稳住了，只要明日采矿机一开动，所有谣言不攻自破。大人，这能成不？大伙心里可都没底呀。大爷，你尽管放心，这可是殿下亲手设计的钻头，一定能行。我就不信这冷冰冰的铁疙瘩还能比仙师的仙法更厉害。要真能行，我把他挖的矿都吃了。那你可给我看好了。都往后退开5步，注意安全。点火，升压。开钻！动了，真的钻进去了！我的天哪，这铁疙瘩跟切豆腐似的往里推进。真成了，真成了啊！这也太神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惯你的臭毛病，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怎么样，本宫没欺骗大家吧？
以后这要命的活计就由机器来干，再也不用拿性命去填这暗无天日的灵石矿了。父皇子万岁！有了蒸汽钻头，不出2个月就能解锁灵石科技度，反击出生宗指日可待。按工时发薪的效率太高了，全体百姓发自内心的卷起来了。听说今天不仅按工时发足工钱，每人还能多领1袋白面，可不是嘛！城主大人说了，全矿首月双薪，真大气！大伙千万别信他的鬼话，这都是骗咱们的圈套。五皇子这是打算把咱们全卖给别人做奴隶，谁敢砸？城主大人给咱们发钱发粮是好事儿，你们这群游手好闲的蛀虫，少在这煽风点火！城主有令，胆敢破坏矿场与发薪进程者，杀无赦。你们真敢对我动手！给我抓起来！安心踏实干活的，工钱与粮食1分都不会少。想寻衅滋事的，这就是下场。老周头，上前领你这周的工钱。多谢城主，多谢城主大恩大德！五皇子大恩！不许跪！刚出锅的热肉粥嘞，3文钱饱饱的精米鲜肉。新到的大西部嘞，大家都来看一看。呀，对不起城主，我跑太快没看见。慢点跑，别摔着。你这是要去学堂啊？学堂先生今天要教二丫写自己的名字，先不说了。五皇子殿下，好久不见了。随便逛逛，看看这城里的光景。嗨，现在的日子可比以前强上太多了。可以前别说买肉买布，大家连口掺沙子的树皮饭都吃不上。现在呢？多亏了五皇子殿下圣明，现在咱们老百姓日子才算是有了奔头，比那高高在上的仙师管事多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素豆治下百姓突破3万，白银3万两收纳。出生宗终于还是找上门来了。殿下，天上的剑光是初醒宗的修仙者来了。不必慌乱，灵英，随我上前接待。烂柯城城主陆彻，恭迎2位仙师大驾光临。本座乃出生宗执事徐峰，特来督办灵石供奉一事。还不快快谢过徐执事亲临！能见到执事大人，是你这凡俗皇子的福气。敢问仙师，往年皆是清虚仙师亲自督办差事，此番怎得劳烦2位仙师下来？清虚长老如今正在宗门闭关冲击境界，凡俗这点微末供奉，已入筑基的本执事来管，足矣。我们徐执事可是宗门未来栋梁，你们就没准备点什么？那小人就斗胆请2位仙师入城主府，小人好为2位接风洗尘。原来对方在闭关，来的只是个筑基期执事，看这架子和气质，总感觉没什么真本事。2位仙师远道而来，一路风尘仆仆，下官已在府内备好接风宴席，请2位入内歇息。这仙门的架子可比本师端得更高。2位仙师亲临是烂柯城的荣幸，下官敬2位仙师一杯，聊表心意。
你这凡俗酒水也就勉强能入口吧？就是，我们在宗门喝的可都是蕴含灵气的灵酒。这俩人是不是出生宗恶俗鬼投胎来的？下官一直好奇，修仙者的境界都是怎么划分的？这有啥难的？无非就是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。炼气就是入门小菜，凡俗刀枪只要够硬都能伤着，筑基才算登堂入室。身上有护体灵光，凡铁利器极难破开。那清虚长老是个什么境界？清虚长老那是金丹真人，翻手就能平一座城，这还是他闭关前。炼气期怕反铁刀枪，筑基期靠护体灵光。只要我饱和式炮火威力足够大，照样能炸烂筑基修士。我跟你说，1个月后200吨灵石，少1吨，本座就血洗你这烂科城，鸡犬不留，全给你扬了。走，回宗门，1个月后再来查收。殿下，这仙师怎么比山匪还不讲理？之前明明只要100吨的。3杯烈酒下肚，这仙师也是把底漏了干净，还想要200吨灵石，做梦！城主，属下全都查清楚了，是那徐峰私下收了其他几位皇子的贿赂，这才特意刁难。好个狗官仙师，拿了别人的好处就跑来故意刁难咱们，怕不是他自己也想趁机捞一笔大的。城主，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200吨灵石，咱们根本凑不齐啊！就算凑得齐，也不交给他。既然他自找死路送上门来，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他想毁了咱们烂柯城，咱们这次就让他彻底留下来。检测到100吨灵石能量吸收完毕，灵石工业科技树正式全面解锁。爱国者导弹连发炮架图纸已发放至系统空间，此弹针对筑基护体灵光研发，可直接灭杀筑基修士，制造需灵石核心弹体与高温焊接核心。现在凡人终于有了能屠戮修仙者的武器，不修100年铸道基，不及一炮泯恩仇。殿下，这灵石合金试了3炉，拉力和硬度总算全部达标了。这弹壳强度够不够？能扛得住重炮发射时的巨大推力吗？殿下放心，加入了灵石半生矿的合金，比上等金刚还要硬上整整3倍。再加上陈姑娘用虎火无缝焊接的核心，密封和隔压绝对万无一失。很好，工匠甲，立刻准备将弹体装车运往荒山靶场进行首次试射。城主，兄弟们连续练了整整5天，这连发炮架的操作早都摸得透透的了。试射开始！太猛了！城主，这玩意儿拿去轰那狗官仙师，绝对一轰一个准儿。赵爷娘，兵工厂立刻3班倒全速运转，全力量产爱国者导弹，1个月内至少给我造出50发备用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矿场四周提前布好隐蔽炮位，咱们就静静等着他送上门来。末将明白。凡人的工业流水线，终于赶上这高高在上仙门修行路。陈姑娘，100吨灵石全数码齐了。大人，都按您的吩咐摆好了，就等他上门。坡后的炮位都藏安实了吗？城主放心，爱国者导弹全在林子里，瞄得准准的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城主，你说咱的炮真能干碎仙人？凡人斩仙，自要冒险。我们没有退路，只能放手一搏。等会儿徐峰肯定会先行动手，咱们这也算师出有名。城主，这你怎么知道的？您会预知的术法？
有我这半妖在，不怕他们不上钩。哎呦，这相处时间长了，我都忘了陈姑娘半妖的身份了。就这么点儿，你们就是这么为宗门办事的？按清虚长老要求，正好100吨。哼，宗门要100吨，你们就只准备100吨。现在本职是要200吨，3天凑不齐，要你的狗命！只怕是3天之后，又要加上100吨的灵石供奉。好啊，我说怎么一股子妖腥气，原来藏着半妖！私藏半妖是灭城大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动手！去把这只半妖给本仙师拿回去。想拿我的人，问过我了吗？陈潜是我烂柯城的人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。半妖是所有修仙宗门指认的灾厄余灭，你护着他，怕不是皮痒了，想被点魂灯？若说触犯宗门规矩，清虚长老当初只说3月交接100吨灵石供奉，可没说过让你一个执事私自更改定额。本座身为出生宗执事，规矩自然由我来定。我说200吨就是200吨。怎么跟我们城主说话呢？到底讲不讲道理？大伙都听听，宗门执事私改政令，强征超额灵石，还要滥杀无辜，这就是高高在上的出生宗办事的规矩。你以为我们出生宗在乎这些凡人看法？今天这灵石与半妖，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这话可不是说给你们这些没皮没脸的修仙者听的。我再说一遍，100吨灵石一分不少，如数备齐。但想多要灵石，或是想带走我烂柯城的人，绝不可能。好啊，看来你是真的想造反了。是你欺人太甚，待会儿别怪本宫不留情面。休伤城主大人！哼，区区一只半妖也敢挡本座的路，真是活腻歪了。师兄，别跟这群凡人废话，直接动手，屠他满城！住手！你敢伤百姓试试？伤了又如何？一群蝼蚁，死了便死了。殿下，任务完成。你们这群卑微凡人，全都疯了不成？好你个出生宗，竟敢当众动手伤人，滥杀无辜！我等处处忍让，竟换得如此下场，那就别怪我们失礼了！给老子亮家伙！这些到底是什么邪门东西？说人话你听不懂，那就用这个来跟你讲道理。区凡俗铁器也敢在本座面前逞凶，今天本座就把你们这些破铜烂铁全部拆成碎块！仙师发怒了，你们这群凡人死期到了！本想放你一马，可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。别挣扎了，马上就是你们的死期！全体都有，开火！仙师被轰成渣子了。仙凡之间的旧规矩，今天算彻底走到头了。时代变了，所谓仙师，并非不可战胜。殿下，矿场痕迹已经全部清理干净，现已重新恢复生产。出生宗死了一名外门执事，早晚会察觉到。大人觉得出生宗大概要多久才会派人查到咱们烂柯城？外门执事下山督办差事，向来没有固定准日子，短则1月，长则半年。那照这么算，
岂不是最短只剩下1个月的安稳日子了？1个月的时间，足够做很多大事。大人，要不要从城内抽调守卫去矿场把守？矿场维持正常运作，不必大张旗鼓。宗门可不会认为凡人能弑仙，我们的嫌疑是最轻的。经检测到宿主击杀来犯执事，师出有名，特奖励白银1万两，称号千金买马骨，能力小幅提升，特殊人才亲和力效果增强。这人才亲和力能有什么用？大人，你身上好香啊！仙人的走狗，靠出卖我们半妖同族来换荣华富贵的畜生！今天本姑娘就替死去的同族跟你好好讨回这笔血账。经检测到附近出现特殊人才，人才亲和力属性发酵，对方敌意获得小幅乱弱。有杀气！你这宗门走狗，竟然拿我们半妖同族换你自己的前程！张嘴就乱扣帽子，你先把事情原委搞清楚了再说。少跟我装蒜！半妖出现在烂柯城，你却安然无恙，还说不是卖妖求安？特殊人才亲和力生效中。可恶！你到底对我使了什么下三滥的邪术？我可没对你使邪术，是你自己火太旺。门前，快出来见亲戚！还有其他的半妖，你竟然还好好活着，他们没把你当祭品给烧了。这位姐姐，你误会城主大人了，城主大人可从未亏待过我，是我莽撞，诬陷好人，请君责罚。无妨，像你这样的半妖，世上还有很多。我还有3个伙伴在外，除此之外，听说极南之地还有一个秘密组织也在搭救受难同族，请让我补偿，否则我良心难安。你这半妖有力气，要不要留下来耕地？耕地？行，但我能不能把城外的姐妹也一并接过来？可以，多多益善。那就叨扰城主了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招揽收服第2位特殊半妖人才，千金买马骨称号再次升级，成功解锁顶级军工科技图纸，临时驱动单兵外骨骼全套装甲制造图谱。太好了！拜见秦虚长老。徐峰陨落在凡界了，立刻传唤执法堂弟子，持本座玉盘下山调查。殿下，这套外骨车革甲胄要是真造出来，咱们士兵的战力起码能翻3倍。光给士兵列装，未免太浪费这套机械动力结构了。城主这话什么意思？小鱼没太听明白。做成简化版，不仅打仗能穿，百姓农忙搬运粮草，矿工挖矿，全都能用得上。没想到还是个爱民如子的城主。兵工厂分出军用与民用2条独立产线，军用重甲，民用轻便，各司其职。先赶制3套民用版送到矿场，实地测试一下矿石的开采效率。我的天！1000斤重的石头，穿上这铁架子搬起来，跟拎棉花似的，太神了！照这个劲头干下去，采矿效率起码能翻3倍啊！城主这主意真是神了！外骨车装甲不光能打仗杀敌，更能提高生产，加快发展。指针不动了，走，进烂车城看看情况。筑基弟子竟陨落在这凡人地界，区凡人断然不可能是凶手，定是高阶凶手，或是隔壁人柴宗搞的鬼。等等，这附近空气里
隐隐飘着一股妖气。还真是淡得很，估摸着是路过此处的半妖。先进城查验灵石供奉要紧。启禀城主，城外出现3名佩剑的宗门修士，正往城里来。终于还是找上门来了。传令下去，盯紧他们的动向。半妖入城的事，务必做得隐秘。琅琊已经传了信，今夜子时他们会从城西暗道进城。你亲自带人去接应，别出任何纰漏。放心，我知道其中轻重。宗门弟子向来眼高于顶，暂时绝不会怀疑到我们凡人头上。咱们先按兵不动，见机行事就好。这股妖腥之气怎么突然变浓了？有妖气！都跟紧我，动作快些，进了城就安全了。城里隐隐有修士的灵气波动，咱们这么走会不会被察觉到？放心，我选的这条暗道极其隐蔽，早已彻底绕开了所有值守。只要能在烂柯城安稳落脚，受这点委屈也全值了。都小声点，收敛气息，别惊动了街上的凡人巡逻队。藏的还挺深啊，居然一下子撞出了整整4只半妖，正好全抓回宗门娇娇，倒也算没白跑一趟。依我看，徐峰执事下落不明，搞不好就是被这群妖孽暗中给害了。想要动手抓人，那就先过我这一关。不许碰他们一根汗毛！几只微末卑贱的低阶半妖，也敢在执法堂面前放肆叫嚣！城主，不好了！半妖姑娘们在城西暗道入口被出生宗的3名修士拦下了。还好准备了第2套方案，既然他们自己撞破了秘密，那就绝不能放他们活着回到宗门。立刻传令给石头，执行 B 计划，在预定地点设伏。属下得令。该来的总归是躲不掉。想从本座眼皮底下逃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师兄，这2只妖孽灵力耗尽，已经慌不择路了，快追上去，保证他们回宗门领赏。有种，你们就给本姑娘跟上来！再慢点，别把后面的鱼儿给甩丢了。放心吧，这群蠢货追得正起劲呢。师兄，这地方地形险要，看着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啊。 2只被吓破胆的丧家之犬而已，赶紧冲进去把人抓了，咱们好早些回宗门复命领功。给我彻底封死所有出口，连一个都别想活着放跑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乃筑基巅峰修士，岂是尔等破铜烂铁可伤？什么？ 这怎么可能？凡间俗物，怎么可能硬扛得住筑基巅峰的高阶术法？少在这废话，全体都有，给我开火！一群微末蝼蚁也敢逞凶，都给本座去死！纳命来！ 还真是火化丧葬一条龙服。陆彻，你勾结半妖，公然叛宗，不好，快阻止他！
执法堂长老定会将你这烂柯城彻底踏平。被我的虎火击中，传讯速度应该会慢些。便如此，和平时期也到此为止，要更快发展，扩大领民人数，解锁图纸。往后你们5人就安心留在烂柯城，只要本宫还活着，就没人能动你们。多谢城主收留之恩，我等姐妹愿为城主效犬马之劳。挖涉暗道地道，排查敌情哨仗，这些细活交给我，全都能办妥。调制毒术袭扰，小女子也能尽一份微薄之力。我擅长冲锋陷阵，绝不含糊。城主，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了。你本来就不是。检测到领地内收服特殊女性半妖人才达到5名，解锁顶级战略图纸，专属定制灵石动力装甲全套结构资料。胜算又多加了1分。城主，天大的新发现！咱们在灵石合金掺进白银后，合金性能再度提高。原来系统每日结算发放的白银，不仅能拿来当享钱花销，更是顶级材料。定制装甲耗费的材料和工艺太大。咱们先集中资源造出2套测试威力。那肯定要先给城主你配上一套。先给陈潜、狼牙各配备一套专属定制装甲，其余军士先装备量产普通版。明白。大敌将至，我需要更多白银，最好能抢在初审皇大军开拔前，把初审皇朝全部拿下。开门见山。我要同路全境即日起正式并入烂柯城。五皇兄这话未免说的太轻扫了些。同路虽破，也是本宫的封地。别说同路城如今残破不堪，就算是同路城实力强劲，也只是出生宗的狗。做狗也好过乞丐。并入烂柯之后，你保留全部私产，安心在城里做个享乐的富贵闲人。我只借你成名一役。条件听着不错，我凭什么信你能敌过出生宗？我已经杀了2波筑基修士，我已经掌握了击败修仙者的方法。仙人不仁，凡人唯有抱团才能活出个人样。做人做狗，你自己选。自打丢了这只眼，本宫就彻底想通。我同陆城全境今日起正式归顺烂柯城。恭喜宿主指下领民突破15万。明智之举。今后我会收拢全部皇城，抗击出生宗。皇兄若有如此志士，不如直奔大皇子。若能拿下大皇子，此事可成。哦，何出此言？大皇子的封下城土地肥沃，是周遭几城的产能重地，周边几座城全靠他供养。看来是时候会见这位好皇兄了。启禀殿下，刚收到的加急密报，68皇子陆才带着同路城全境归顺陆彻了。混账东西！陆彻这是想要提前开启城战吗？五皇子还派人邀请殿下参加军演。好啊，皇帝竟如此有信心。传本宫军令，点齐烽燧城3万守军，全军戒备，随时准备出击迎战。城主，2城的矿场与铁房全整合团部了，原料管够。军用版外苦技装甲优先造出300袋，全部列装给石头的亲卫营。定制装甲怎么样了？定制装甲耗材太凶，陈姑娘日夜熔炼，全速造也得半月。先集中资源造2套出来，陈潜、狼牙各一套，凌雨他们3个先配发强化版的量产型装甲防身。明白。皇兄打算怎么说服大皇兄兵临城下？打打杀杀太费本钱，给他看一场军演大戏就行。军演？大皇子向来心高气傲，这能被你军演吓到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报告城主，所有装备全部就位，方阵随时可以进行实弹演示。皇兄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了。少跟本宫来这些虚头逼脑的客套话，我倒要亲眼瞧瞧你今天到底给本宫耍什么花样。
放心，看完皇兄要是不尿裤子，算你尿得干净。陆彻，你私自吞并铜洛城，可是坏了出生宗的规矩。规不规矩，还不是出生宗一句话。仙师可不在乎领头的狗是哪个，他们只看结果。哼！那我就直说了，现在将铜洛城交出来，本宫还能保你在烂柯城做个安稳皇子。就是，我风穗城坐拥3万精锐守军，想要踏平你这破烂柯城，易如反掌。3万，很多吗？皇兄不如先把这场演武看完，再下定断也不迟。哼，本宫倒要亲自瞧瞧，你在这穷乡僻壤能练出什么像样的精兵。那便请殿下拭目以待。全体列阵，举盾，齐射！奇淫巧术，上不得台面。殿下说的极是，这铁架子看着笨重不堪，一旦被近身缠斗，根本毫无用处。是吗？既然皇兄觉得步兵肉搏才是真功夫，那咱们就看点更带劲儿的。皇兄觉得，你风穗城引以为傲的3丈高坚固城墙，能扛得住我几轮炮火齐射？放肆！我风穗城墙皆是用巨石浇筑，坚不可摧。如此怪力，难不成是因为那甲胄？别急，好看的还在后面。全体都有，预备，开炮！这到底是什么？末将在沙场上打了整整30年仗，从未见过这等可怖的火器。不可能，凡俗的破铜烂铁，怎么可能强悍到堪比仙师地步？皇兄，现在你觉得，你枫书城的3场城墙能挡得住我大军轰击几日？真要硬打起来，我枫书城的城墙连这一轮炮击的1炷香时间都顶不住。皇兄别急，还有样压箱底的东西，特意请你开开眼。还有，这又是什么神兵甲胄？陈潜狼牙，入场给大皇子好好演示演示。装神弄鬼，外面裹层铁皮，还能比精铁重铬强到哪去？我的天，这等烈火能把城门和城墙直接融穿个窟窿！这等突击速度与撕裂力度，比宗门里的炼器后期修士还要生猛数倍。甲胄裹上凡人身，敢叫仙人让3分！殿下，真要开战，咱们的3万兵马根本连半个时辰都挡不住。皇兄，还有更刺激。这是半妖！陆彻，你疯了？难道不怕惹上劫难？皇兄，我早就一条路走到黑了，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，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陆彻，你算计我！殿下慎言，稍有不慎，咱们怕是回不去了。皇兄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宗门从来只把咱们当挖灵石的狗，这股恶气我忍不下。你以为我就能忍？可我们是凡人，凡人又能做什么？皇兄，如今军演你也看了，臣弟觉得仙门苦天下久矣，也该下去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仙门确实苦天下久矣。风穗城全境并入之后，你现有的私产与领地，本宫分文不到。皇帝，那你这收拢皇城是图什么？为了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，皇帝做主总好过出生宗。我就一个条件，保我全族老小性命安稳。一言为定，皇帝说到做到。好，风息城全境今日起正式归训烂柯城，其他皇城我也会帮皇帝游说。
多谢皇兄。丁，恭喜宿主，治下民众正式突破100万人口大关，成功解锁图纸，巨0号机甲全套设计结构。这款对标金丹巅峰、元婴初期修舍战略的30丈巨型战甲，你值得拥有。我靠，男人的浪漫啊！传本宫高令，立刻扩建巨型军工城，全场全员开工，全力造机甲。启禀清虚长老，凡界出了天大的祸事了！荒谬！凡界能有什么大事？凡界5皇子陆彻竟降服了其他皇子，如今拥兵割据烂柯城，坐于全局100万凡俗人口。那岂不是正好？皇子势力再大，凡人再多，也不过是条好用的狗罢了。可他能实现？虚封执事连同执法堂的3名精锐弟子，全都命葬烂柯城，神魂俱灭了。放肆之极！区凡俗蝼蚁，也敢弑仙！即刻召集全宗精锐，本座将亲自踏剑下山，将这狂妄的烂柯城彻底夷为平地，寸草不留。城主，咱们库里现存的灵石全耗光了，各军的合金材料弹药储备降到了警戒线边缘。慌什么？造出了这尊守城杀器，花再多钱财也是值得。石头，即刻率领外骨骼特战营全员登上城头布防，所有导弹重炮校准前方阵地。末将领命，誓死守住第1道防线。传令阿辉，继续拓宽内城地道，秘密储备粮草与备用弹药。姚娘，攻防工匠继续3班倒，开足马力赶制爱国者导弹与机甲备用零件。殿下放心，人在攻防在，绝不耽误。动员全城100万民夫，组建后勤战备补给队，按既定应急预案，分批将老弱妇幼有序撤入内城避险。资源耗尽也无妨，背水一战，正好让高高在上的仙门好好看看咱们凡人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陆城主让我们巡城，是对我们的信任，也是考验，一定要认真对待。明白。是陆城主让我们来的，我们没有恶意。姑娘们也是半妖吧？快趁热拿着吃。早听陈姑娘说有几个姐妹要来城里落脚，都是顶好的人，大白天的藏着掖着干啥呀？姐姐的耳朵好漂亮啊，跟陈芊姐姐的尾巴一样好看。你们不怕半妖？怕啥呀？陈姑娘天天帮我们调配粮食，引火取暖，你们都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，有啥好怕的？这才是本宫要你们巡城的目的。本宫要建的不是一个狭隘的城池，本宫要建的是不论出身，大伙都能活在阳光下的城池，一座人人平等的城池。诸位，可愿助我？报！城主，出生宗大军已压制城外。传本宫杀令，全军进入1级最高战备，各不按既定预案立刻布防。城主，摸清敌情了。区区老儿带了120名筑基期修士，整整2000名炼气期弟子，后头还压着至少2万仆军。陆彻小儿勾结半妖一念，侮辱我宗门弟子，还不速速开城引经受死！是修仙宗门草菅人命在先，我等师出有名，不服来战！所有重炮满编齐射，先给本宫试试这仙门大阵的硬度。城主，这阵法有古怪，炮弹威力全被灵光卸掉大半，根本破不开呀！
城主，让末将带外棍阁特战营冲出城去，关了他们的阵型。硬冲出去就是白白送命。别急，炮队立刻调整战术，分成3批轮流开火，昼夜不停轰击，消耗阵内修士的灵力储备。半妖小队全员盯紧城防侧翼与暗渡口，严防敌方精锐借机绕后偷袭后方军工坊。启禀长老，凡俗的火器虽然声势大，但无法动摇玄钢大阵根本，只要还有灵力，便可无忧。区凡人不过是垂死挣扎，3日之内，本座必踏破此城，鸡犬不留。破城只靠玄钢大阵足矣。我已派弟子入城，断之后援不济，不出3日，保管他弹尽粮绝。只要我城中白银源源不断，任你仙门大阵再赢，也休想耗得过老子的工业生产线。敌袭！有人摸进来了，在西北侧屋顶。外骨教营跟我上，给我把巷口全部堵死！糟了！城外山谷里存着机甲的备用核心灵石，快追！快，你赶这辆重车走后山密道，灵石万万不能丢！周大爷，那你咋办啊？我赶空车去把他们引开！快滚！别在这耽误大事！仙师，别杀我！老骨头，灵石到底藏去哪儿了？说出来，本座饶你不死！城主刚带俺们过上好日子，你们这群王八仙师，别想给城主添阻！城主，老周头他和那些狗日的仙人爆了！传我号令，所有牺牲的民夫享受与正规军将士同等抚恤待遇，其家中老小由烂柯城终身供养。城主，这老贼的手太长了，咱们现在根本摸不着他。陆彻小儿，你已耗费老夫1天时光，现在大开城门跪地投降，本座还能不点你魂灯？传本座法旨，将2万平行军全数压到最前线，让他们当肉盾，彻底耗光对方的弹药。城主，前面冲过来的全都是凡人啊！都给我记住，是我下的令，你们只是遵我指令开火。城主，城主，发现阵型了，就在大阵南侧树林。快去叫狼牙和陈潜过来，准备突袭反击。区一群卑贱蝼蚁，也敢妄图破阵！不好，是清虚在强行催动灵力修复阵法。狼牙！放开我！
恶心的半妖，去死吧！陆彻，你这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邪门妖物？不过是我们凡人造出来守家护民的家伙罢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城主威武，烂车城必大！雕虫小技，别敢在本座面前班门弄斧！弟兄们冲啊！仙门的大阵彻底破了！快跑！半妖杀过来了！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好得很！本座今日就亲手拆了你这堆烂铁！城主，要不要城中重炮进行火力掩护？不用，正面战场我一个人足够应付。大人，我来为你补足能源。今天不是凡人赢了仙人，是想好好活着赢了你一群骑在百姓头上吸血的寄生虫。君爷爷，快喝口热茶！老天开眼，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啊！大娘，您尽管把心放宽，往后没了仙门盘剥，咱们凡人的好日子才刚开头呢。这帮修仙的排场可真是大的吓人，连根柱子都雕得这么金贵。排场摆得再大，到头来不还是被咱们一炮给轰烂了？启禀城主，丹房、库房全部查封，搜出地阶灵草与疗伤丹药上千箱，器库里的灵石法器和上等炼器灵环堆了整整半间大殿。仙凡之别，即在仙法，也在知识，是时候去看到真相了。仙门高高在上做了几百年的旧规矩，从今往后该彻底改改。炼器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化神，修仙居然有这么多的层级境界，合着咱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赢的清虚老孩，在真正的修仙界里连中层都算不上。书上说，修到元婴期便能神魂离体出窍，移山填海，寿元更能长达整整上千里。这出生宗占的地盘，在整张天下域图里，竟然就只有这么指甲盖大的一丁点儿。闹了半天，这所谓的仙门圣地，不过就是偏远蛮荒边陲的一座三流小宗门。光是这周遭群山里，就有7、8个同级的下等宗门。再往中原地带走，更有元婴老祖坐镇二流大派。大人，照这么看，咱们凡人反抗仙门的路，才刚刚迈出第一步，斗争才刚刚开始。城主，您快来看这句记载！立刻加派重型外骨骼守备部队，封锁后山禁地入口，任何人不得擅自靠近半步。谁敢毁我出生道统？